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随便开门？离开，下去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不是说要去toilet咯？干嘛跑去2楼？我看到楼下厕所有点脏，所以就上2楼。那为什么会嘣一声啊？可能是关门太用力了。宝贝啊，我肚子很饿，我们出去吃好不好？ 我们才刚刚开始打理耶，吃了才有力气嘛啊！哎，宝贝啊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去廖太太的家了，最好也不要帮她卖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要准备婚礼了，你接下来会更忙，哪有时间帮人家清理房子啊？而且她的家那么旧，就算收拾好了，也未必能卖得出去啊。 我还没有开始卖，你就讲这种泄气的话。丽明姐说过，只要肯动脑筋，就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。Sorry 啊，是我说错话了，你肯定能卖得出的。只是不如你把那间房子交给富二帅吧。这是我的房源，我为什么要交给他？他跟我说他最近没什么生意，你还是把房子让给他吧。 这样我就看手头上有哪一间房子可以交给他。不行，一定要是廖太太的房子。为什么你这么坚持不让我卖这间房子嘞？你不要问这么多啦，以前都是我听你的，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？啊？好，你跟我说为什么我就听你的。廖太太不是死都不肯打开一间房间吗？那是因为那间房间闹鬼。闹鬼？他的房门会突然自动开关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刚才不是听到楼上砰的一声吗？我看到那个房间突然间打开，突然就关起来，真的是见鬼了。 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本来也不相信鬼的，可是刚才我亲眼看到，不信都不行了。宝贝，那间房子真的有点邪门，你还是不要去碰它了，好不好？耳朵饼，你看，哇，我最喜欢吃了。买它。还是不买了。干嘛啦？想吃就买啦。这个世界上哦，唯独美食与爱是不可辜负的。人生短短几十年啦，想吃就吃，开心最重要啦。零食吃多了会胖，还是少吃一点好？我又没有嫌弃你胖。我们这个年纪，就算不怕胖，零食吃多了也不健康的。真的不买？啊？不后悔？不要怂恿我啦！我不买不买。啦！还以为是耳朵饼。啊，我的姑奶奶啦！刚才你又说吃耳朵饼对身体不好，不要吃。你想吃，我现在马上去买啦。哎，不用啦，这个也可以啦。多吃点哦。哎，宝贝，来吃零食。哦，不要了。你妈打来的。哦。你还不接？我想要 block 掉她。啊，你这样做哦，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为啦。啊，你不接电话，他还不是一直打来啦。葛湾。我不想要做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，我只想要做一个妈咪 boy。我想要黏我妈咪一辈子，可以吗？你要黏着妈咪多久都没有问题，可是你不可以一直逃避。
她怎么说也是你的亲生妈妈。知道了。知道的话哦，就直接跟他见面了，说清楚，讲明白。Uncle Wan，你说的很容易啊。那天他拿着刀威胁我说要伤害自己的时候，虽然我看起来很 steady， 不过我真的很怕嘞。如果他真的动手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他激动起来，我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哦。唉，可是我又觉得他很可怜，Uncle Wan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好啦，那需不需要哦？我们陪你一起去见他了。不用啦，他看到你们反应力更激动的，还是给他一段时间cool down比较好。哦，还要时间cool down哦。这几天我经过面包店啊，门都是关着，根本没做生意了。哎，房租、水电、材料费哦，都是钱呐，这样根本就是在烧钱呐。你是不是该问问他该怎么处理了？我知道，可是如果你叫他现在关面包店，他的反应不是更激烈吗？宝贝，你说的对，给妹一点时间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多回去看他，面包店的事，等他心情好一点再跟他谈。啊！你们不开店做生意就算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喝酒。如意，你这几天不接我电话，也不来看我，我哪里有心情做生意？你没有心情做生意，我去找人家顶，钱是我妈咪出的，我是不可能让她吃亏的。如意，哎呦，不要追了吧！如意，你生了那么狠心的儿子，你不闻不问啊，竟然心痛他的养母的钱多过心痛你耶！不过也对啦，他的养母那么多钱，如果是我，我也会向前看的。贱女人！我不知道他跟我儿子说了什么，我儿子以前不会这样跟我说话的，臭女人！堂姐啊，这个帮我拿2盒哦，来这个红色的我也要2盒。红色的，好的。怎么会买这么多肉干呢？啊，我一个老顾客 Mr. 东，他很喜欢吃肉干，每一次 close due 我都会买一些送过去给他。就是说你已经做成这宗生意了。幸好你今天陪我来，要不然我怎么拿得动啊？那你要好好谢我哎，请我吃下午茶。那是当然的。哇，这里好香，要不然我们就来一个肉干大餐。好啊，去前面。终于看清妹的真面目，你就不用再担心了。现在我跟宝贝是没事了，可是我也不想看到她跟自己的妈妈闹得这么僵。你不要再去劝她了，这么大了，懂得自己想要去处理问题的。我知道，说多了也是给她压力。你老是替人着想，想想自己吧。你跟老万怎么样啦？我们很好啊，他还叫我跟他一起回他的乡下走一走。你觉得你们像不像肉干冰淇淋？那像，感觉很不搭，可是呢，配搭起来又挺适合的。有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奇妙。我也没有想到我跟他可以这么合拍，有没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啊？晚到好过没到。以前呢，总是我陪你去旅行，现在有老万陪你啊，那就好啦。你不要以为现在有他陪我，你就不用陪我啦。我们说好的，每一年呢都要出国旅行1次，今年的还没有啊。接下来我很忙，哪有时间啊？时间挤一挤就有嘛。你也知道我时间不多了，就是因为时间不多，更要去。如果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去看天下的话，是不是更要把握呢？对吗？有道理。我去安排。一言为定啊。哎，这个好吃吗？来，你试试看，辣的啊！我先跟你说。哇，这么大口！哎，你看你的嘴巴。我知道你喜欢空间大的，你可以考虑打通楼下那2间房间。我想看一看这个房间。哦，这个房间很普通的，跟一间差不多，不需要特别进去看。里面有很多杂物，很乱呢。廖太太，
Mr. Gan 只是想看主人房的格局，里面有杂物乱一点也无所谓的。我说不可以看，就是不准进去呀。那就算了吧，米信，你帮我再找另一间吧。好，我再联络你，谢谢。廖太太，主人房的格局绝对会影响买家买不买房子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说里面很乱，那我就帮你打扫，打扫干净后就可以让人家进去看了。我都说了，跟你说不能进就是不能进。房间里该不会是有什么吧？什么东西呀？就是杂物咯。杂物为什么会发出声音的？该不会是有不干净的东西？什么不干净啊？你不要乱讲话了！哎呦 ，Number One， 你说的没错哎，那间房间可能真的是有肮脏的东西。哦，你又看到那些东西啊？啊，你那个什么什么症哦，又发作了？不是，我以前看到黑影嘛，不过我这次是听到声音，而且那个灯哦还会突然间一闪一闪的。Number One 还看到那个门突然间关起来。所以我就说咯，不要去碰那间房子，你又不听。嘿，啊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有鬼的啦？什么时候开始的啦？哎，你们慢慢吃啊，我肚子痛，上个厕所啊。哎，吃饭吃到一半上什么厕所了？都说肚子痛咯。哦，我们不要管他了。老佑啊，那你有没有看清楚那房间里面的情况？屋主不让我们进去，每次讲要进去，他都有点激动，所以我才觉得有古怪。哎，找一天哦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。啊，好的。那离婚协议书办好之后，你再通知我。谢谢。跟雷爷的离婚手续快要办完啦。律师说我们的 case 是属于 uncontested divorce， 没有任何财产或复原权的纠纷，所以很快就会搞定。手续办完之后 ，HB 就会把房子收回去了。虽然没有了房子，亏了点钱，但至少可以做个了断，重新开始。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我应该会买一间2手公寓，靠近家里的吧，容易照顾你。啊，幸好我多担心你说要搬回来做啃老族。我就知道你会嫌弃我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想搬回来，我随时欢迎你。不过刚才你的想法我挺赞成的，买一间自己可以负担的公寓，当做是投资，将来成家了要结婚的时候，至少有一间自己的房子。你想很远哦。怎么？别跟我说以后你不结婚啊？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也很不错啊，很自由。你不是这样想的吗？我知道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感情的事情呢，我不干涉。不过我让你知道，家的门永远为你而开。谢谢妈，我也要你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需要的时候，我永远会在你身边。好。你妈最近很忙啊，我约了她几次，她都没空。是啊，自从买了那块地之后，他就很积极的筹备建公寓的工作，每天都加班，精神还比我好，一点都不像有生病的样子。其实这样很好啊，投入工作，忘掉身体上的不舒服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你呢？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啊，就努力卖房子咯，希望1个月至少可以 close 到10个 deal。哇，这么拼啊！没办法，最近我要存钱买房子，所以要加倍努力才可以。你要买房子啊？我想找一间靠近我妈家的2手公寓。你手头上有没有什么好介绍啊？我手头上的2手公寓已经 overprice 了，而且那些公寓也维持的不是很好，不建议你买。不过我手头上有一间洋房，感觉很适合你。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哪买得起啊？你先听我说，以前那间洋房也是我经手的，最近呢客户做生意亏了不少钱，想要贱价卖出去。我看过那间洋房，它维持的不错，而且那一带很有发展的潜力。
我觉得很值得买。一个人住洋房会不会太奢侈了？别说那么多了，明天有空我带你去看看，看了再说。这套房子在市场上卖价大概400万，它现在卖330万，真的很值得。真的是很值得。就算买来做投资，以后转手再卖，一定也可以大赚一笔。没错，你可以接你妈过来住，方便照顾她。以我妈的行动力，这个宽敞的地方真的很好。我看这间房子也不需要装修，她应该住得很舒服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你自己是 agent， 这套房子值不值得买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想直接下定金了？我想当然想啊，可是我没能力啊。你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要付首期应该不是问题吧？我之前那间 HDB 啊，已经把我的储蓄花得七七八八了。我现在呢，就等于是从零开始。其实，不要说付什么首期啦，我现在应该只付得起印花税。你应该跟你妈说，我相信她应该会支持你的。这套房子不买的话，真的很可惜啊。我妈最近那么忙，我不想打扰她。再说，我不可能开口跟我妈要钱的嘛。算了吧，没有那么大的头，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了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股票市场上赚钱，有很多人在股票上致富的。其实我之前也投资过虚拟硬币，不过亏钱了。之后我就不敢碰这种投资的东西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内幕消息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不会让你亏钱。丽敏，你找我？我的计划书呢快要完成了，想开始下一步的计划，找一些承包商来谈谈接下来的工作。你爸以前是做承包商的，有没有值得信赖的承包商可以介绍给我啊？那要问问我爸了。如果能联络上他们，到时候你就陪我一起去见他们。我？你不怕我会拖你后腿啊？给自己多一点信心好不好？你别忘了，咖啡你也做得挺好的啊。最后还不是要关门？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坚持下去，不应该放弃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必再抢吧。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。现在只是可惜，再继续做下去，搞不好变可怜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只要不后悔，就坚持自己的决定吧。见鬼了！哎呀，你干嘛这么大反应？我在想东西啦，你干嘛突然碰我？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什么时候躺着也可以发大财咯。年轻人一点大志都没有，要发大财就要努力工作。在你这样的小公司，再怎么努力也发不了什么财的啦。好啦，你说到重点了，我现在就是要给你发大财的机会。我打算把好运装修公司49%的股份交给你，让你成为半个老板。你是不是跟满黎明一样就要死了？哎，大吉利是。不然干嘛把半个好运送给我？不是得了重病要找接班人是什么？你需要一直诅咒我吗？我找你当接班人，是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改变了很多，比以前可靠多了，所以找你一起承担。总之，以后吃白粥吃燕窝看你的了。说的那么好听，你只是想要专注你的 cafe， 所以把好运丢给我，对吗？说的那么难听。老实说，其实一直以来你都比我更像好运装修的老板，交给你我最放心了。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以后好运公司交给你了，好好经营啊。喂，我有说要接受咩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老板，其实店里的生意还不错，那些搞破坏的人也被警察抓了，一定要关门吗？对啊，老板，顾客们都说店里的食物好吃，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，我们真的很舍不得。我也跟你们一样，很舍不得。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短，
但还是要谢谢你们这段日子来的付出。如果没有你们，这间店可能不到1个星期就关了。靠我，早就完蛋了。老板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不放弃。可是我坚持不了，我就是这样。无论做什么事，只要不顺利，只要遇到挫折，我就会逃避，我就没办法坚持，我就会放弃了。我就是这么没用的人，你们跟着我，只会受苦了。你们走吧，没事。我真的很没用，我为什么？我不想放弃，可是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行了。